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赵丽颖凭什么甩开85花？2025新剧曝光，这3招让她赢麻了。作为一个追剧10多年的老观众，我眼看着85花这批女演员在娱乐圈浮沉。杨幂、刘诗诗、唐嫣、刘亦菲这些名字曾是古偶剧的代名词，但近几年她们要么转型艰难，要么困在少女感里打转。唯独赵丽颖像开了挂一样，从花千骨到风吹半夏，从电视剧到电影，一路稳扎稳打，成了85花里唯一能扛口碑、拿大奖的6边形战士。今天就来唠唠这个河北农村出来的姑娘，到底使了什么招数杀出重围？2025年她又会带来哪些新作品？先说句大实话，赵丽颖能出头真不是偶然。其他85花还在用瞪眼加流泪3板斧应付角色时，赵丽颖早就把演技卷到了新高度。当年花千骨爆火那会儿，多少人觉得她就是运气好撞上了爆款剧，但细看这10年，同期的85花们都在干嘛？杨幂忙着开公司捧新人，刘亦菲转战好莱坞又折返，唐嫣直接扮隐退当阔太，只有赵丽颖跟个陀螺似的，拍戏、拿奖、转型3不误。前阵子白玉兰颁奖礼，她靠风吹半夏提名视后，跟樱桃、谭卓这些戏骨同台竞技，这事儿放在5年前谁敢信？不过要我说，赵丽颖的聪明劲儿全在选剧本上。你们发现没？她从《知否》之后接的戏，全是去偶像化的硬核角色。幸福到万家里灰头土脸的农村媳妇，风吹半夏里8面玲珑的女商人，最近在拍的《在人间》直接演双重人格患者。反观其他85花，35加了还在仙侠剧里谈恋爱，杨幂《狐珠夫人》里顶着10级磨皮演少女，刘诗诗一面关山打戏全靠替身，观众看着都替他们尴尬。但这事儿也不能全怪演员，资本市场的裹挟谁都逃不掉。赵丽颖自己都说过，转型就像高空走钢丝，稍不留神就会摔得粉身碎骨。别的女星拍戏用替身，台词靠配音，赵丽颖偏要自虐，拍《楚乔传》沙漠戏亲自滚沙地，拍《风吹半夏》为角色增肥10斤，纪录片《布达拉宫》配音连熬28小时，就连被群嘲圆脸演不了女主，她也用实际打脸，从《陆贞传奇》到《花千骨》，圆脸反而成了辨识度。反观某些85花，演技10年如一日，还沉迷炒少女感，观众早看腻了。记得她产后复出接有翡被群嘲状态差，那会儿多少人说她江郎才尽，结果人家转头用幸福到万家打了所有人的脸。这种壮士断腕的勇气，可不是谁都有的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赵丽颖的短板也明显，台词功底到现在还被诟病，原声剧里时不时冒出河北方言味。在《风吹半夏》里和赵磊对戏，明显被李光洁压着打，而营销号总吹他巨抛脸，但仔细想想，他演的角色内核不都是底层女性逆袭吗？从薛珊珊到何幸福，换汤不换药的倔强小白花人设，这点上还真没跳出舒适圈。再说说2025年他的新剧《虎狼之路》，搭档肖央演打拐题材，这选题倒是挺赶的，但预告片里他拿枪的姿势被警察博主集体吐槽。在人间玩人格分裂，这类角色容易拿奖也容易翻车。参考万茜在《你好疯子》里的表演，分寸拿捏不好就会变神经病。不过比起其他85花，赵丽颖至少敢折腾。杨幂现在沉迷当老板，旗下艺人比她自己还红。刘诗诗复出后状态时好时坏，演技10年如一日。唐嫣在《繁花》里被王家卫调教3个月，出来的效果还不如90后李沁。这么看来，赵丽颖的卷反而成了稀缺品。
观众早看腻了墨皮滤镜下的工业糖精，现在就想看点带泥带土的真人。但有个问题我特好奇，赵丽颖的转型到底是主动选择还是被迫求生？当年她被群嘲土味，时尚资源被其他85花吊打，现在反而靠接地气杀出血路，这算不算另辟蹊径的生存智慧？就像他经纪人说的，当所有人都在抢红毯高定时，我们选择深耕现实主义赛道。这种差异化打法在娱乐圈倒真是独一份。不过也别把赵丽颖想得太神，她的成功离不开正午阳光、郑晓龙这些顶级团队的加持。要是没有《知否幸福到万家》这样的证据资源，光靠她自己折腾也难成气候。再说现在的影视寒冬，中生代女演员都在抢现实题材，海清、童瑶、热依扎哪个不是虎视眈眈？赵丽颖想站稳脚跟，光靠努力可不够的，拿出真本事。说到底，赵丽颖的逆袭给娱乐圈打了个样，流量演员不是只能吃青春饭，但这条路能不能走通，还得看2025年这几部戏的成色。要是在人间能冲个3大奖，她才算真正跳出85花梯队。作为观众，我只想说，内娱多几个这样的戏疯子，咱还愁没好剧看吗？2. 杨紫赵丽颖争霸，内娱要完。盛典繁华背后，国产剧的未来在哪里？2025东方卫视电视剧品质盛典，这名字一听就高端大气上档次。3月19号在上海办，现在第一波明星阵容已经出来了。好家伙，刘亦菲、张若昀、徐凯、刘宇宁、李沁、佟丽娅，这串名字念下来，感觉半个月的微博热搜都有着落了。这盛典说是要表彰过去1年电视圈的优秀作品和个人，鼓励大家拍更多好剧的。这目标是好的，就看最后奖落谁家了。到时候又是一场腥风血雨，各家粉丝怕是要提前备好速效救心丸了。评选过程说是要严格公正透明，还请了专家评审团，从剧本、演技、制作各个方面来打分。听着挺专业的，但具体怎么操作，咱也不知道，咱也不敢问。反正到时候要是评选结果出来，有人欢喜有人忧，那也是意料之中的事。说回这第一波的明星阵容，个个都是响当当的人物。刘亦菲，神仙姐姐，古装剧扛把子，往那一站就是一道风景线。张若昀，演技派，演啥像啥，最近几年好剧不断，妥妥的实力派代表。徐凯，颜值担当，古装现代都能 hold 住，未来可期。刘宇宁，唱歌演戏两不误，跨界发展的典范。李沁、佟丽娅、宋轶、毛晓彤这几位女演员也是各有千秋，演技颜值都在线。还有老戏骨何赛飞和吴彦姝2位老师坐镇，这盛典的含金量瞬间提升了好几个档次。除了这些已经公布的，据说后面还有更厉害的嘉宾要来，想想就刺激。这红毯秀估计的闪瞎不少人的眼，到时候各路明星争奇斗艳，又是一场视觉盛宴。不过这盛典再热闹，也别忘了电视圈最近都发生了啥。杨紫的国色芳华据说有机会冲击白玉兰奖，这要是真拿了奖，那杨紫可就厉害了。迪丽热巴最近的加勒比女王造型，那叫一个惊艳，不愧是新疆美女，异域风情十足。赵丽颖的新电影《向阳花》里演了个悲情角色，这姑娘最近接的电影角色都挺虐的，也不知道啥时候能演个轻松点的角色，让粉丝们少操点心。王星越和向涵之的《定风波》也快播了，2位新人演员，希望他们能带来惊喜。沈月最近拍了一组新中式写真，挺好看的，就是个子稍微矮了点，显得有点娇小。这些演员和作品各有各的特点，各有各的受众。有人喜欢看古装仙侠，有人喜欢看都市爱情，
有人喜欢看年代剧，萝卜青菜各有所爱，观众的口味越来越多样化，这也对电视剧的创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。现在拍电视剧不能只顾着流量明星，还得有好的剧本、好的制作。观众现在越来越聪明，不好糊弄了。剧情逻辑不通，演员演技尴尬，制作粗制滥造，这些都会被观众吐槽。所以要想拍出好剧，还得用心才行。这几年电视剧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，各种类型的剧层出不穷，有的剧火了，有的剧扑了，这都是很正常的现象。观众的喜好瞬息万变，谁也说不准下一部爆款会是什么。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，那就是好剧永远不会被埋没。只要用心创作，认真打磨，总会有观众欣赏你的作品。电视剧行业说到底还是个内容为王的行业，只有好的内容才能吸引观众，才能赢得市场。那些只顾着炒作，不注重内容的剧，最终只会昙花一现。所以对于那些想在电视圈里有所作为的人来说，最重要的还是要提升自己的创作能力，讲好故事，拍好剧。只有这样，才能在这个竞争激烈的行业里立足，才能赢得观众的认可和尊重。路漫漫其修远兮，吾将上下而求索。